电钻响，黄金万两。大家好，我是安装工小米。今天呢，我们还是给大家分享一个安装的小细节。马桶。关于安装马桶呢，有很多说法。后期我们马桶在使用的过程中，漏水的、反臭的、小飞虫满天飞的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好多人都掉过这个坑。所以说，问题出在哪呢？是马桶的原因吗？不是。是这个 PVC 下水管的原因吗？还不是。是这个法兰的原因吗？有一点可能。最主要的问题出在哪呢？还是安装自身的问题。所以我今天呢，就细节性的只针对法兰和下水管和马桶它们三者之间这个如何完美的结合拍一个小视频。这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这个马桶的法兰呢，它是这种软材质的像胶泥一样的。我们第一步要操作的呢，就是把这个马桶的法兰呢和这个马桶的下水口完全的给它套好了。套的这一圈呢非常的紧密，这样呢可以防止它漏水漏气。这个部分做好以后呢，我们不要急着去切这个马桶的下水管。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判定这个下水管到底我们离地要留多少，切割下水管预留多少，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在这个现场呢，我们能借助的工具，有木工师傅他干完活没有带走的一个角尺。这个角尺呢，它是这个面是一个垂直面，这个马桶呢，我们把它放倒了，它也是一个平面。把这个尺子的垂直面相当于地面啊。现在马桶的这个底圈部分呢，已经和我们的地面，是不是两边都已经贴合了？这个法兰的部分感觉刚刚的才和我们的地面结合，而并没有压进去。看，只是感觉轻轻的有一点贴合。这种情况我们安装出来的效果并不是最理想的，但是也不至于说有小飞虫呀什么的跑出来，这样的效果还算凑合，可以。但是我们安装呢，要做到最好的效果是什么样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刚才我们所展示的大概的原理就是说，这个管子和这个胶泥刚好平行了，挨住了，只是产生了一个挨着的状态。如果它有一点小的缝隙呢，像这个可能会漏气，它压不紧压不实。所以说我们在切割管的时候呢，在知道它离地平的高度的时候呢，我们再加个半公分。比如说像刚才这个状态是平的，我们再加个半公分，也就是说我们以地平再多预留个5毫米的管。当我们预留5毫米以后，这个马桶在安装的时候就产生不一样的效果了。也就是说，在我们放下去的时候，这个 PVC 管会深深的压到这个胶泥里面5毫米。这个时候呢，压的会更加的紧密，而且会在这个胶泥里面深深的压出一个坑。当我们拆下来的时候，你发现是这样的，这里面会压一个槽，非常的明显，会有一个槽。这样安装出来的效果呢，那是100%不漏水不漏气，不会有小飞虫。现在我们这一款呢，只是其中的一个案例。马桶呢，它有很多厂家，很多的生产规格，它们都是不一样的。有的呢，在套上法兰以后，从这边来看，很明显是凸出来的，凸出来很多。所以说你在切割管的时候呢，可以完全不留。有很多厂家呢，这个部位呢，凹进去特别多。你这一个法兰套进去，你从这个直观的面上去看都看不到法兰。这种情况呢，很可能你这个 PVC 管呢，预留的不是5毫米，有可能是1公分，有可能是1.5，有可能是2公分。2公分呢，我也留过，所以说我给大家就说到了2公分。3公分的我倒没有遇到过，所以我也没有给大家提这个预留出地面3公分。和地面切平的这种状态呢，也经常遇到，往往是一些大品牌的马桶，他们的法兰质量非常好，特别厚。当你法兰贴上来以后呢，它会突出于这个马桶的地平面，所以说你和地平，你这个 PVC 管和地切平了，安装都可以压得很实。所以说呢，这个东西不是死的，这是要灵活应用。每个人的安装的时候呢，都可以去先套上法兰，先量好它这个预留的高度，再去切管子。这样做出来就可以达到100%不漏水不漏气，没有小飞虫。现在呢，我们就针对这一款，先把这个马桶的下水管给它切掉。
在切割之前呢，我戴了一个口罩，我也提醒各大安装师傅，就是在切这个 PVC 管的时候呢，它会有这个粉尘，所以说一定要戴好防护口罩。因为有粉丝私信我，这个 PVC 的材质啊，它本身可能有一种致癌物，大家一定要小心。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有一个粉丝是这样跟我说的。我们做安装呢也挣不了多少钱，一定要把身体保护好。我的这个切割片呢，看到这个保护罩了吗？这个保护罩到这个切割片的距离，大概就是半公分。所以我在切的时候呢，把这个角磨机只要放平，沿着地切一圈，刚好就是半公分左右。这个马桶在放下去的时候啊，会有一个往下压的时候有一个阻力，这个时候呢，它们咬合的状态就咬合的非常紧了。